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震撼心灵的著作《温故1942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刘震元，一位以深邃洞察力和细腻笔触著称的作家。他就像一位历史的解读者，用文字为我们打开了通往1942年那场苦难的大门。《温故1942》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，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把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1942年荷兰的那场大饥荒曾被尘封，而这本书将其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，那些被忽略的个体命运，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普通人是如何在绝望中求生。这本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，思考人性的复杂与坚韧。它会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激起我们对生命、对社会、对人性的深深思考。其影响不仅仅停留在阅读的那一刻，而是会在我们灵魂深处留下永恒的印记。当我们坐在温暖的家中，享受着美食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在同一个地方，几十年前的人们却面临着怎样的绝境？就像著名作家张爱玲所说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但温故1942却拒绝这种粉饰。她要展现的是最真实、最残酷的历史画面。书中讲述了在1942年汉南大旱，粮食绝收，数千万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。蒋介石政府的不作为，各方势力的推诿，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在灾难面前，人性会如何演变？政府与民众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而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就隐藏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。一饥饿与人性的挣扎。温故1942最触动人心的部分，就是对饥饿状态下人性的深刻刻画。在那场饥荒中，人们为了生存，尊严、道德、亲情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书中描述了无数人为了得到一点食物，不惜放弃一切，甚至做出违背人性的行为。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饥饿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驱动力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时，身体的本能会超越理性思考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。当这种需求无法满足时，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生存资源。在1942年的荷兰，饥饿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将人们卷入其中，扭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。通过了解这种饥饿状态下的人性挣扎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极端困境中人类的行为模式。这对于我们在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危机，如自然灾害、经济危机等有着重要的启示。当我们遇到类似的困境时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例如，在灾难救援中，要充分考虑到人们在饥饿和恐惧下的心理状态，制定更有效的救援策略。同时，它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，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书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，一位母亲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，看着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，却无能为力。最后，她为了让孩子活下去，偷了邻居的一点粮食。这个场景深刻地展现了饥饿对人性的冲击。饥饿是什么？饥饿是那个母亲眼中的绝望，是孩子干瘪的肚子，是人性在生死边缘的挣扎。这种对饥饿的描写，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残酷的世界，感受到那种深深的无力感。2. 社会与政府的责任。书中对当时政府和社会在灾难中的表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在灾难面前，政府本应是民众的依靠，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却表现出令人失望的冷漠和混乱。从救灾物资的分配不公，到对灾情的隐瞒和轻描淡写，都加剧了灾难的严重性。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，政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民众的责任承担上。在危机时刻，政府有责任调动资源，组织救援，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。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，也应该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，共同应对灾难。然而，在1942年的荷兰，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和政府的腐败无能，使得这种责任被严重忽视。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它提醒我们，政府在面对灾难时必须迅速、有效地采取行动，建立透明、公正的救援机制。同时，社会各界也应该积极参与，形成合力。例如，在应对全球性流行病时，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、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都至关重要。通过对历史的反思，我们可以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，提高应对灾难的能力。书中提到蒋介石在得知荷兰灾情后的态度，他更关注的是军事和政治利益，而不是百姓的死活。蒋介石的眉头紧锁，不是因为灾民的惨状，而是因为这场灾难可能会影响他的政治布局。这种对政府高层态度的描写，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无奈，也让我们更加明白政府在灾难中的责任。3. 生命的坚韧与希望。尽管温故1942描绘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，但其中也不乏生命的坚韧与希望。在绝望的深渊中，
人们依然在努力寻找生存的希望，这种精神令人动容。从哲学层面来看，生命的本质就是坚韧。在面对极端困境时，人类的求生欲望会激发内在的潜能。就像尼采所说，那些杀不死我的，会使我更强大。在1942年的荷兰，灾民们在饥饿、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下，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。这种生命力不仅是个体生存的本能，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。这种对生命坚韧与希望的理解，可以成为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的精神支柱。当我们遇到挫折时，想想那些在1942年挣扎求生的灾民，就会觉得自己遇到的困难微不足道。它可以激励我们勇敢地面对挑战，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例如，在创业过程中遇到资金链断裂、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时，这种坚韧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，寻找新的机遇。书中有一个小女孩，在饥荒中失去了家人，但她依然努力地寻找食物，顽强地活着。她就像一棵在废墟中顽强生长的小草，虽然渺小，却充满了生命力。这种对小女孩的描写，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力量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希望。4. 记忆与历史的传承。温故1942也是对记忆与历史传承的一次深刻探讨。历史不应该被遗忘，尤其是像1942年这样惨痛的记忆。我们有责任将这些记忆传承下去，让后人了解过去的苦难。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，记忆是历史的载体。历史事件通过人们的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承。如果这些记忆被遗忘，那么历史就会变得模糊不清，甚至被歪曲。在当今社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1942年的记忆正在逐渐淡去，而温故1942就像一座桥梁，将我们与那段历史连接起来。传承这些记忆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。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，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同时，它也可以成为我们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内容。例如，在学校教育中，可以通过讲述1942年的故事，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同情心。通过了解过去的苦难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塑造一个更加公正、善良的社会。书中作者在走访当年受灾地区时，采访了许多老人，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依然清晰。那些老人脸上的皱纹，就像历史的年轮，记录着过去的苦难。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那段岁月的回忆，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这种对记忆传承的描写，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传承的重要性。温故1942是一本具有深刻内涵的书籍，它让我们看到了饥饿、人性、社会、政府、生命坚韧以及记忆传承等多个层面的内容。它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。它是一座警钟，提醒我们在面对灾难时要保持清醒。它更是一盏明灯，为我们指引着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方向。我强烈地呼吁大家阅读这本书，去感受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挣扎，去思考我们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责任。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，不要忘记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将书中的精神运用到生活中，在面对困难时，像1942年的灾民一样，保持坚韧，怀抱希望。朋友们，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，我们都是其中的参与者。温故1942就像一座灯塔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多么黑暗的时刻，都不能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的世界，去汲取力量，去传承记忆，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因为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，我们要让那些在苦难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